换了新显卡之后，总感觉现在的 2K 180赫兹显示屏有点不够用，帧率全程顶着天花板跑，有点太无聊了。人嘛，总是喜新厌旧的，预算2000左右，又想要 2K 240赫兹 Nano IPS 高刷，在淘宝找了一圈之后，发现了这样一款显示器，全铝合金外壳，3代 Nano IPS 原厂模组，加上 2K 240赫兹，售价居然只要2000出头。上 B 站一搜测评发现居然还是外形 AW2723DF 的同款面板，2000块钱可以买到6000价位显示屏的同款面板，这怎么想都是血赚对吧？所以本着早买早享受的原则，在淘宝上下单了这样一台飞乐部的 Q278X Pro。经过2天等待之后我收到了一个黄色的瓦楞纸箱，包装对于一款27寸的显示屏来说还是比较小了。配件采用了竖放收纳的方式，有一根 DP 线，一根双向 Type-C 线，一个砖头适配器带3C 认证，附赠的方形塑料支架支持60度左右的俯仰和高度调节。虽然支架看着不怎么样，但调节阻尼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单手就可以完成对显示器的角度调整。显示器整体是铝合金质感和普通的塑料还是有蛮大区别的，但是在边框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拼接缝隙，只能说是受限于成本了。背面右侧的3条杠还可以发光不喜欢可以关掉。同时因为 OSD 按钮放在了显示屏的背面，所以就不用像其他的显示器那样搞一个大大的下巴观感上还是不像一台27寸的显示屏的。算上金属包边，上边框的厚度在5毫米左右，下巴厚度10毫米左右。面板是来自 LG 提供的 LN27WQB SSA1。屏库网查询可以看到，这是一块 2K 原生240赫兹450尼特亮度支持 HDR600 的一块面板。这里有人可能就会问这明明是450尼特，为什么可以支持 HDR600？ 所谓的 HDR600 就是说峰值亮度是在 HDR 视频或在游戏中才可以激发。考虑到 Windows 糟糕的 HDR 生态这里就当看个乐呵就好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按照450尼特亮度来使用的，并且就和开头提到一样，这块面板也同样在外形 AW2723DF 或者飞利浦 27MEF5500P 这些4000到6000价位的显示屏上使用。具体的使用表现怎么样，大家也可以直接拖动进度条到后面的面板测试环节。在接口方面，它标配了一个 HDMI 2.0， 一个 DP 1.4， 一个支持反向65瓦供电的 Type-C 接口，一个 USB 上行，2个下行，还有一个额外的 3.5 音频输出，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在 OSD 方面， Q278 使用了5个竖向排布的控制按钮，虽然还是不如摇杆方便，但也比锅仔片强不少了。菜单的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该有的都有，也都在该在的位置，但排布还是比较凌乱，想找一个功能还是比较麻烦的。内置了3个色域的缩线、色度、饱和度这些都可以自定义调整，并且还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重力感应、远提醒、自动关机。然后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显示屏性能部分，在正式开始使用这块屏幕前，还是需要做一个选择题。飞乐部这块屏幕，即使在 DP 1.4 线材连接下，也只能最大支持到200赫兹的10比的色深。如果想要240赫兹就只能支持到8比的色深了。这大概是受限于驱动板性能的原因对于我这种游戏党来说，当然是240赫兹更重要了。实际对比下来，我也并没有看出8比的色深和抖上去的10比特有什么区别。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我感觉比之前的更加重要，就是开启了重力感应之后显示屏就会只支持60赫兹的刷新，所以用它来当副屏使用的话，也需要考虑一下了。使用红蜘蛛进行测试出厂默认 99.3 的 sRGB、 92.1 的 ARGB 和 87.6% 的 P3， 白点偏差 2.55， 平均 0.36， 最大 1.32， 对比度970:1，白点偏差稍微大了一些，色准的表现可以说是很不错了。但是在 sRGB 缩线之后，偏差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虽然肉眼看上去可以接受，但就不太适合绘图调色的场景了。至于 P3 和 Adobe RGB 的缩线，只能说是卧龙凤雏了，一眼看上去就不太行。这里还是推荐大家在出厂状态下使用。然后就是亮度均匀性 5×3 表格测试，最大暗角出现在右下角，最大亮度偏差在30尼特左右，黑色背景左上角有比较轻微的漏光现象。至于可视角度就不用担心了， IPS 的强项加上 Nano IPS 广色域的优势，看起来就会比一般的 IPS 鲜艳不少了。
总结一下，这款 Q278S Pro 上手之前，其实我就没有抱太高的期望，毕竟品牌知名度不高，又是主打性价比的产品，主要就是冲着这一块面板去买的。实际上手之后，除了面板本身的表现符合我的预期之外，周边配套的产品，比如说电源，起码还是有认证的，对吧？还给到了比较有质感的全铝合金外壳和3年的质保，当然这个质保希望大家都用不上就是了。这款显示器毫无疑问性价比是拉满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槽点就是竖屏模式下只支持60赫兹的刷新率，大概是软件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希望后期可以通过软件升级优化。好了，那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